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它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它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哈。啊，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哦，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喝酒。喝酒。好酒量啊，小王爷。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18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围魏救赵，小王爷，借刀杀人，七娘，哎，你八妹，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什么？你吃饭？谁请的你？穆桂英。穆桂英，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桂英，你吃过饭了？还喝了酒呢。你和谁喝的酒？小王爷呀。你怎么跟他喝酒啊？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你太不正大光明了。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来，走。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什么阵？迷魂阵后朱雀阵，够狠吧？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孩儿听娘的。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遵命。遵命。请。二位还有何建议啊？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哎呀，迷魂阵。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
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合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娘，你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那是。八妹聪明嘛。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好。哼，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姑姑用招真狠，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不好，桂英上当了。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要横扫桂英和宗保了。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腰。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桂英怎么用这招呢？穆国，计时结束。老太君。桂英啊，哎，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儿了。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细节？什么细节？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
效仿的惟妙惟肖。但他效仿的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杨元帅，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议。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可是我……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是啊。哎，驾！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滑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奴才遵命。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领什么？谢圣上。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什么？穆桂英？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不，
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一介武夫，猪，蠢猪！哎，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穆羽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失。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力阻穆桂英挂帅。好，遵命。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羽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木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她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了辞呈和推荐的奏折。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对于她，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她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她为帅。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什么？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3败于萧天祖，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呐。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我不吃了。桂英，怎么了？没事啊。来吃饭。吃饭。没事儿。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真的？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是喜事啊。可是娘，吃饭啊，吃。来，桂英。小姐，小姐，吃点吧。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我不想吃。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用来医疗打仗的，我又不是来生孩子的。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哎，行，不吃也行，慢点，行啊。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圣旨到。杨延昭接旨。臣杨延昭接旨。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
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穆桂英是谁呀？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是啊，是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末将在。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是。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傅是谁。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骑、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傅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傅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儿。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奶奶费心了。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好，孙熙听您的。我吃。来，慢点。来。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走，走，怎么回事？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3馆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等等，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哦，果然是同乡啊！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谢苏大人。请。你是何人？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来有何事？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须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是。老太君，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你们起来！哎，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唉，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石虎镇、长蛇镇、太阴镇。小姐，朱雀镇，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别打岔，别打岔。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杨元帅他中风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彩云，快带我去。这奶奶。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别扶我，别扶我，小姐。奶奶，我爹他爹。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奶奶，我爹他怎么了？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扶他回去。小姐。哎呀，没事，歇就好。延昭这一病，恐怕10日8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娘，万一有不测呢？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小姐，小姐，娘，
小姐，小姐，你要干什么？别，小姐，让开！小姐，小姐，快走！桂英，你不要命了！你怀着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你知道还这么做？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波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放手！你放手！不让！你这站住！桂英！小姐！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奶奶，奶奶，奶奶，宗宝，你快去看看桂英。怎么？走。桂英，桂英，不要！奶奶，桂英啊！桂英！小姐！小姐！请您回帐吧，请您回帐吧！桂英啊，桂英！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小姐，求求你了，小姐，请您回帐。小姐，请您回帐吧，小姐。小姐，回去吧，回帐吧，小姐。宗宝，我对不住你。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欺君罔上，胆大妄为！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15。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10尺，也挡不住啊道高1000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3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潘冲，明白？明白才怪。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对，冲动是魔鬼。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学生就说：
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去吧，告辞。哼，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这是佘太君代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